一个几乎拉黑了全世界的国家朝鲜，竟然破天荒与八竿子打不着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超越正常友谊的关系，给予马来西亚全球唯一连中国、俄罗斯都没有办法得到的朝鲜对外特殊待遇。当然，马来西亚也是有惠利的，其中一项就赠送了一个博士学位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你没有听错，现在金正恩元帅头上可是顶着马来西亚的博士头衔啊！那朝鲜此举背后的究竟到底有什么用意呢？而马来西亚又可以从这算特殊关系中可以得到什么收益呢？今天我尼克斯就让你大吃一惊，记得关注我哟，每周带给你一个国际知识。关于马朝关系，当年是朝鲜向马来西亚发出想与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1972年，朝鲜非官方贸易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和参加了乒乓球友谊赛。又是乒乓球啊！当年中美破冰也是因为乒乓球嘞。1973年，朝鲜在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外交官员进行非正式会晤时，表达了支持马来西亚对东南亚中立化的立场，并张扬马来西亚退出亚洲和太平洋理事会 （ASPAC）。此后，于1973年6月30日，马来西亚和朝鲜正式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协议不是由双方的外交部长来签署，而是由双方驻印尼的大使来签署，在印尼雅加达的使馆进行。随后，双方发布了联合公报。虽然过程中面对了来自韩国的阻力，但马来西亚最后还是顶住了。马来西亚和韩国早在1960年就建交了，比这个朝鲜早了13年。过后，双方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大使馆。马来西亚驻朝鲜的大使馆是设立于平壤，而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是设立于吉隆坡。1979年6月，时任副首相的马哈迪就率领了25人的代表团访问平壤，并签署了与朝鲜的贸易协定。随后于1980年2月获得批准通过。这是两国建立直接贸易协定来第一项重大的贸易协定，并给予彼此最优惠国的市场地位。马来西亚从朝鲜获得原材料，比如钢铁等，也可以向朝鲜出口橡胶、细木材，还有棕榈油。其中棕榈油是提供平壤精英阶层、百货商店以及当地外国人使用的加工食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于2002年3月4号在布城会见到访的金永南，这位是当时朝鲜的第2号人物，和他所率领的30人代表团时，转达了时任首相马哈迪的声明：马来西亚将支持两韩，也就是朝鲜和韩国和平统一，并且马来西亚相信两国都很渴望统一。马来西亚在过去国际事务上一直支持和帮助朝鲜，例如在2000年时，朝鲜和美国关于朝鲜弹道计划问题的2次会谈，也都在马来西亚政府协助下在吉隆坡举行。如果不是发生那些事情导致马朝关系破裂，2019年的川普和金正恩会面也很大可能在吉隆坡进行，怎么可能跑去新加坡让他出那一次风头呢？2002年，朝鲜和日本也在吉隆坡举行了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由此可见，朝鲜对大马是高度信任的。而在之前，朝鲜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还有一个大约300人的朝鲜劳工群体，从事煤矿开采行业，输出劳动力，可以为朝鲜带来硬通货。而朝鲜也在吉隆坡开设了一家朝鲜平壤馆，主要经营传统的朝鲜风味和西式餐饮。过后，在2006年，朝鲜因为核试验遭到联合国的严厉制裁，这制裁包括禁运武器和相关材料，禁止向朝鲜出口航空和火箭燃料，禁止与朝鲜政府进行黄金、贵金属和钻石贸易，禁止从朝鲜进口矿产，但煤矿和铁矿石除外，还有授权各国有权拦截朝鲜的可疑船只和货物，旨在进一步切断朝鲜开发核武的外汇来源。而旅游并没有受到限制，各国旅客依然可以前往朝鲜，但前提是你敢去。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英国皇室每年要花费加拿大和澳洲人民的多少纳税钱呢？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随着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和多重制裁和限制，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是朝鲜当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马来西亚作为朝鲜的亲上之邦，两国过去的关系也非常之友好。
因此对全球几乎都不免签的朝鲜首次破例对马来西亚实行免签的政策。这是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人民可以享受到此等的待遇，包括中国、俄罗斯这些朝鲜的准盟友都拿不到这种待遇。但我知道肯定有些观众会喷，只是为了吸引游客而给免签，这算什么特殊关系啊 ？Hello， 如果他只是要单纯接待游客，为何只向马来西亚开放啊？大可向全世界开放啊！但为何不这么做，只给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对朝鲜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 在东盟里面是排第3的，相对前面2个新加坡和文莱，马来西亚的天然资源更加丰富，人口也更多。印尼虽然是东盟人口最多的，但人均没有马来西亚人来的富裕，所以无论是游客人数还是天然资源，马来西亚都可以满足朝鲜。而且和马来西亚发展这种特殊关系，对朝鲜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你也知道了，朝鲜在国际上真正的朋友没有几个，而东南亚和伊斯兰世界对朝鲜来说是相对没有敌意，或你可以理解为是没有明显利益冲突的地方，所以它想与这些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而马来西亚无论是在东盟还是 OIC 的地位都是很高的，也是东盟创始国之一，也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第1任的秘书长。讲白一点，马来西亚有钱有人更有地位，所以通过马来西亚可以让朝鲜接触到更广的世界，由马来西亚为朝鲜做信誉担保，这应该不错吧？当然，马来西亚也是有回礼的，也给了朝鲜公民免签30天，拿个护照就能来了。于是朝鲜政府马上开始了攻势，在马来西亚各大报章、各大蟑螂都能看到朝鲜的旅游配套。为了吸引更多的大马人到朝鲜旅游，朝鲜不惜下了血本啊！2011年，朝鲜高丽航空首次开辟了平壤直飞吉隆坡的航线，可以将航程10几个小时缩短为7个半小时。紧接着，2012年8月，朝鲜在吉隆坡开设了朝鲜旅游局驻东南亚办事处，专职在东南亚宣传到朝鲜旅游。接下赴朝鲜事务，朝方委托了12家当地旅行社代办赴朝鲜旅游的业务，而马来西亚的旅游机构频频在社交媒体上帮助朝鲜宣传，其中包括向大众解说，朝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因为犯罪率非常低，在那边你不需要担心，只怕玩到你不舍得回家而已。不过免签政策实施后，实际的成效不如马朝旅游机构所愿，出现赴朝鲜旅行的大热潮，而且赴朝鲜的人多数是华人，因为中朝历史关系的因素，多少有些亲戚熟知其中的典故，而文化和宗教背景迥异的马来人对此兴趣不大，而且不懂当地是否有清真食物，他们不可以随便乱吃东西的。当然，高丽航空的服务素质也影响了它的生意。在著名的航空资讯服务机构 Skytrax 的评级中，高丽航空因为设备老旧、服务水平差、存在安全隐患，成为全球600多家航空公司中唯一获得1星评价的公司，而且连续4年位居榜末。简单的说，很多人都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他们成为人生最后一次搭飞机。而最高评价5星的，其中就包括中国的海南航空和日本的全日空。全日空不是苍井空 ，OK 。但这些完全不阻碍马来西亚人热爱朝鲜。马来西亚的一所著名大学 Help University 于2013年10月颁发了经济学荣誉博士学位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此举惊动了国际，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媒体。此事也被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这是朝鲜国内唯一一个正式的通讯社，可见其重视程度。该仪式在朝鲜驻马大使馆举行，低调却隆重，约30多名嘉宾出席，还有朝鲜歌舞团表演助兴。金正恩元帅虽然无法亲自出席，但委派了朝鲜大使代表金正恩接受学位。这所大学创办人陈德宏形容金正恩为朝鲜教育和人民福祉努力不懈。他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帮助朝鲜，希望我们重要的一小步终将带来和平和繁荣，也希望马来西亚和朝鲜继续加强教育领域的合作。”看到吗？想要宣传，其实不用花多少钱呢，只要你花在对的人身上，有大批国内外媒体免费帮你宣传啊！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你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今天我说的只是前传，还有后传，关于朝鲜和大马关系如何走向破裂。如果想看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哟，我将在下一期更新。
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